今天是我弟弟的注册大好日子。如果我还在新加坡的话，我相信是没有办法可以见证啊。你们要幸福哦！奇怪，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拉出一个心形拉花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Z 频道大马番薯日记，我是杰克。今天是大年初10，所以再过多一个5天，新年就要过完啦。可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去工作了。然后我再仔细算一算，从去年的6月到今年的2月。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都已经超过整半年那么久了。如果我要一个很 exact 的数字的话，已经回到来整7个月多了。时间呢是过得真快。所以这一期的视频呢，我就来跟你们分享我在这7个月多的间中里面的心情、感受，还有生活上的变化，以及有什么东西是不习惯的。所以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Let's go。9块9毛9除3 38块9毛9除3 498块除3 1块09分除3 8毛8除3。是的，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些画面，就是我去新加坡做工过后，到现在为止，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过后，每一天都算是还在不断上演的片段吧。就是我一直会把所有的物价、所有的价格拿来除3。我相信，如果你是在新加坡或者是在外国工作的朋友来讲，你们也一定会做这样子的兑换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啦，因为这个是一个习惯来的，然后这个习惯我到现在为止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就好像在我的脑海里面、我的心里面根深蒂固了。就是我每次看到一个价钱，对不对？我都会拿来除3，就是你会以当地的兑换率兑换回来马币，看是多少钱，做一个比较。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然后没有去外国做工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呢？我是蛮好奇的啦，因为我从新加坡回到来过后，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习惯，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啦，所以这个真的算是我的一个小小困扰啦。因为有时候我会被这个兑换率去影响我的一些想法，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还在新加坡做工的话，可能这样子我赚的那些钱拿来自己消费会比较划算之类的这样子的想法，这个就是我其中一个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改过来的一个习惯了。Ini satu berapa? RM1.50. So 2 RM3 ya. Okay, thank you. 第二样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呢，就是语言上的转换。众所周知，在新加坡多数都是以英文为主，所以在那里多数都会用英文跟华文，很少有机会会用到马来文。但是当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过后呢，就变成马来文会用的比较多，就好像刚你们看到的，我去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比较常用到马来文，而且在这里如果我用英文的话，那个职员啊或者是店员会觉得我很奇怪，这么我有马来文不讲。然后再加上在新加坡跟在马来西亚，我们的那些词汇啊或者是腔调都会有些许的不同。 For example， 如果我在新加坡我要打包一个杂菜饭的话，我会就讲安迪我要那个菜本带走。可是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会讲老板娘我要那个榨菜饭打包。所以这个就是两者不同的地方。可是收饭呢，我是调试的蛮不错啦，因为讲真的，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其实我们的语言掌握能力是蛮不错的。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非常快速的 pick up 那边的那个 accent。其实老实说，我刚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转换不过来。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是华人的话，我就会很自然的用我们的大马腔来跟你们讲话。可是如果你不是华人的时候，我就会转换成英文，而我不会去选择用马来文，因为这是一个习惯，10年的习惯则是有一点难改过来啦。但是现在过了几个月过后，我已经调试过来了，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嘛，所以我看到马来人的时候，我就会用马来文。因为是外劳，他们也是会用马来文来跟你沟通，除非那个外劳啊，或者是马来人用英文来跟我沟通，我才会用英文跟他们沟通。
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生活最大的差异就是房价跟租金了。我知道最近马星有一个名为 Live Off with Masing 的 campaign， 所以就想去他们家的 Sales Gallery 看一看。对啦，就在前面 Sales Gallery。Hello， 我是马星发展商的 Shen。耶，今天很荣幸的，我们有马星的代表 Shen 来带我们去参观他们家的示范屋。Let's go！我们已经到了 ，Hello Shen， 哇哦，所以这里是他的客厅，对的，漂亮哎，客厅的空间，这个位置就是饭厅啊。饭厅 ，OK， 它是18×70的双层牌楼，18×70，对，已经fully extend 了，fully extend 了，然后这里可以变成一个好像书桌这样子，书桌这样的空间。再来就是厨房，哇，这边还有一个房间，所以它是多少房？4房3厕，4房3厕，所以这里有一个厕所，对的，每个房间都放得下双人床，每间房间都放得下双人床，所以他的房间也非常大。是，他没有骗我，是放下双人床了。对，所以这里是，有一个空间，这边已经是 fully extend 了哦。对的。好，所以我们下面看完了。来，这个是属于双层牌楼，对吗？哇，楼上还有一个 family hall， 一个小客厅。这个就是 family hall 啊。好可爱。很可爱的一个 family hall。是说，它设计成好像小孩子的主题。这个是角头间啊。角头才有一个像这样的阳台，还蛮大一下的阳台，你看。主人房，很大很大，非常大，非常大哎。其实这个空间要放2个双人床是可以的，对，真的很大。厕所，主人房的厕所，哪一个是2房，哪一个是3房，还是他们的空间都一样？空间都一样，只是不同的设计。空间都一样，不同的设计，然后厕所是 sharing 的啊。不过这间反而会比较小间。虽然你看它放双人床，其实这间比较小。为什么？那间因为厕所没有占用到那个空间。哦，对，我看到差别了。这边厕所会比较出来一点。看厕所是通的。对，是2个房间share一间厕所。这边的房间是比较大的。OK， 所以看完这个示范屋过后哦，我是有几个问题是蛮想问你的啦。OK， 因为其实我买人生中第一间房子是在7、8年前之前的事情了，很久之前了，很久很久之前了。所以想知道现阶段马来西亚的物价，它是在什么价位？如果以 KL 来说的话，地点比较 OK 的都是1个million以上。landed house 啦，双层牌楼。然后如果是公寓，那边最少都是500千或以上。然后如果是在Johor的话呢？Johor地点如果是 landed， 现在一般上都是600千以上。公寓的话 ，average 啦，它的价钱是400到500千左右。这个是全部 developer 都一样的还是？对的。只不过我们马星其实一路来，我们马星主打都是比较 affordable、比较亲民的价格。OK， 适合第一次买房子的人啊，适合年轻夫妇 young couple。所以 for landed house 双层牌楼，好像我们这边就是一个440千起。是这一间吗？对，这一间440千，440千。而且是在零首付、零头期的情况下，就完全不需要给任何的 deposit 对，就可以购入。这样子，关于你们这个 Live Off with Masing 的 campaign 它是主打什么东西？可以给买家什么东西？其实那个就是我们马星现在在做的 promotion，涵盖了我们20个 project。包括单单今年就有7个 new launching 的项目。for 这个 promotion 其实是让买家，尤其是第一次买房子的人，在一个零头期、零首付的情况下，买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一间房子。除了零首付跟零头期，房子的印花税啊、律师费这些都是全免。让他们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买到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比较 hassle free 啊，对，不需要顾虑那么多基本上是完全 hassle free。OK，
而且这个项目它也适合投资者买来投资，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增值空间。哦，OK，我听说你们有 New Launch Project 对吗？因为刚才看到你们的 event hall 好像有一些 event 在 launch。对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间 show house for Phase 2的 launching。第一期就是说第一期已经卖完了，100%卖完。哇！而且虽然是去年11月尾这个时间才刚刚 launch 罢了。去年11月尾 launch， 然后今年2月就卖完了啊！总共有多少间unit？For Phase 1 150间，因为价钱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们正在做的 promotion， 然后还有别的 New Launch Project 吗？过后还会有。对。那他们会从什么价格开始起跳？这边 Meridian East 的价格是 starting from 440千啊，就可以买到一间双层牌楼，4个房间。那么关于你们现阶段的在 launch 的这个 project，就是好像 Meridian East 啦，它的 unique selling point 是什么？其实 Meridian East 是我们马星有史以来最大的整个 township project， 大的 township， 涵盖了1313亩的地，差不多等于1000个足球场。那么大，1000个足球场，对，而且是举办国际赛事的足球场的大小，哇，是蛮大的其实。对，不是像在我们港崩踢球那种小型的足球场。对，它总共这边会有15000间房子，其实不单单是住宅区，我们也有包括工业区跟商业区商店。其实我们 Meridian East 的主题主要是以绿色环境为主，整个环境都很 standard。而且整个 project 有38%的面积，我们会 preserve for 绿色环境，就是种花、种草、种树对，当然也包括了16 km 的跑步道跟自行车道，就是该我们看到的那个有一个脚车的赛过的那个。所以你跟着那个自行车道骑，你可以骑一个16公里。对，基本上就是这样。OK， 好，首先非常感谢 Shane 带我们去参观他们家的示范。不用客气。他们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project 而已，他们在槟城还有吉隆坡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 project。如果你们有兴趣想知道多一点资料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底下描述栏的链接，我会把它们放在下面。OK， 谢谢你 Shane。好，不用客气。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过后，最大的差别在于生活空间真的变得大很多，就不会有一种每天都困在小房间里面的感觉，而且也不需要再缴付任何的租金。讲真的，在新加坡的租金也不便宜，单人房大概都是介于450新币到600新币之间。如果换过来马币的话，讲真的是可以拿来供一间房子了。现在要去我岳母家，载我的小宝贝回家。喂，回家了，来了 ，Hello， 回家喽。你开门，快点去开门，不要咬啊。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过后呢，让我觉得最开心也是最值得的事情，就是我无时无刻都可以见到我的女儿，还有见到我的家人。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家庭观念比较重的人，所以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想一下，如果我现在还在新加坡做工的话，也许我只能够等到放工回来，吃饱饭过后，差不多8点多的时候，才能够跟我的女儿做一个视讯的通话。而且视讯的通话跟面对面的接触还有相处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so far我觉得最满意的事情啦。再加上每个周末一有空的时候，我也可以到我的父母家去吃饭，我们全部人可以聚在一起吃晚餐。这对现阶段的我们来讲是已经非常足够了的。可能也有人会问我，如果你要每天见到你的女儿，还有每天见到你的家人，为什么你不要把他们全部都带过去新加坡？这个问题呢，就回到了归属感这3个字，以及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把你全村的人都带去新加坡了。对我来讲，我的归属感还是会在这边比较多，而且我真的没有那么有能力把我的全家人都带到新加坡去。而且也不是每个家庭成员都愿意就这样子丢下这里的东西搬去新加坡，所以有很多种的因素都不在我控制范围之内的。把收发我从新加坡回到来这边过后，现状我是蛮满意的啦。以后会怎样，我真的不知道。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打算吧。享受当下有时候是真的蛮重要的。以上就是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过后的7个月多里面的一些感想、感受、不习惯的东西以及变化等等等。
可能1年过后，在讨论回相同的话题的时候，我的想法以及一些感受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呈现方式，可以让一些有准备从国外回到马来西亚生活的你们作为一个参考。因为讲真的，从环境 A 换到环境 B 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转变的，所以希望对你们会有一点点的帮助。OK，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如果你们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